没有想到我在故宫了，因为故宫真的是太大了，然后不知道怎样走，它真的是这样大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故宫，现在赶着入宫中。哇，超多人，今天超冷的，好多小组要入门选秀啊。丁，它有9个，它的 everything 都是9号，9个数字，很冷的 marble。哇，这是以前的地吗？我没有想到我在故宫了，想不到。故宫呢，一直都是我很憧憬的地方。从踏入午门开始，我都一直在赞叹，这座伟大的建筑就在我的眼前。刚才我们大概11点多进来的，然后现在已经12点半了，我们才进来一个店罢了。我们一个店可以拍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我们太厉害拍了，不知道来得及逛完吗？故宫它真的很美很美，原谅我的词汇匮乏，我真的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里的美。就让我用男友的镜头带你们一起探索故宫的种种吧。我们来到一个更壮观的地方，我们才过一个店，现在很大这个地方。问题，因为故宫真的是太大了，然后不知道怎样走，它真的是这样大。我走那边就错过那边，走那边就错过那边了。我们走一边啊。这是日晷，我们小时候学过看太阳的。诶，没有英语。天哪！其实我们在太和殿这里罢了，还有这样远没有酒完。本格格逛累了，要吃午餐先用膳。聪明的我当然是提早带食物进来呀，强烈建议你们向我学习，这样可以省很多时间哦。OK， 走来。接下来我们就去了钟表馆，给你们看看几个先，之后你们可以自己来看看哦。接下去我们又进入了珍宝馆，才发现一去不能回头，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错过了养心殿、乾清宫、慈宁宫一带的区域。有打算来的朋友们，记得网上做好路线图攻略哦。看皇极殿，龙椅正要回宫了，哎，全部人抢着看他的椅子，太多人了。哇，他以前就是这样坐在上面看全部人的，看全部文武百官。站在这个视角往下看，其实也算是明白了皇帝的心境了。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了，我走到我怀疑人生了。哇，走了4个小时啊，好厉害呀！我有发现啊，他从该大个很大个，好像他做工的地方、开会的地方，他现在去到很 private 的地方，很小个。他的你会感觉到很 private 的设计，他的设计很 private， 很私人啊，他就是他休息的地方来的。我是想表达那个空间从一开始很宽阔到很狭窄，体现出了空间的私密感。给大家看珍妃井 ，Story You，Story You， 就是有一个皇上的老婆慈禧很不喜欢他。叫人家把他整个人活埋在这个井下面，所以他死在里面的这个井，对，塞得到一个人呢，肯定它是一个很大的井来的。小仙求得说，灵异事件发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他叫人家拿多一个这个东西压下去。你小声点，我怕我讲错了，等下吓死我。没有，你讲对了。哇，御花园，你知道御花园是来干嘛的吗？巧遇皇上的地方。我就装作普通人，给皇上看到我。这样巧的。哦，你是太监，你是太监。
们来到东六宫，东六宫就是以前皇上的老婆们住的地方，六宫老婆们呐、啊，老婆们。然后每次做戏嘞，这些宫是很经典的，我每次看到都想到他们讲生活，然后他们走过这个地上。来到后宫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内心在翻滚着了，因为看过很多经典的清宫剧，这时候种种的情节画面都在我的脑海浮现，我甚至还感到一阵唏嘘。古代女人的命运不容易呀、一辈子都看着这片超小的天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日子会到头。我在这里，我会一直想要唱一首歌。哒哒哒哒。哒哒哒哒。欢迎大家来到故宫的烂尾楼。总之就是那故事是以前这里着火，然后着火了过后，他们打算建一个西洋楼，然后可是因为过后国库掏空，所以到最后它停建哦，变烂尾哦，所以它建到这个样子哦。走了6个小时，我们终于要出去了。由于时间仓促，加上我们太爱拍了，我们没有逛完故宫就离开啦，是有一些遗憾啦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下一次一定会提早进来的。我们上来了景山公园爬山，这里啥都好，就是太费腿。逛完了故宫，又去了对面的景山公园，打算看一下故宫的全景面貌。结果看什么？看到才怪哦！拍破！我这边可以下山的吧？我们这边走自己。小圆。匆匆上山又匆匆下山。如果要推荐景山公园，我推荐农夫山泉的橙汁。因为逛到故宫太累了，我们就决定回来叫外卖吃。桌上有点乱啊，可是看这是我们的烤串，很辣，看起来。很咸。这个才是我本来订的东西，北京派，它的英文名叫北京派。哇，很大份呢，这是北京派。然后他们这个是他店的招牌，我就顺便叫，看很多人讲一定要吃。哇，好吃啊！中国方面就是这样，不用特地出门去排队。北京派，你是什么？你是狼派。我们到了颐和园，先要入园。哇，这里美，这里美。本来要3小时，我是傻了，我今天死都要吃到烧鸭。